Hello，大家好，B 站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B 站，你听到了吗？对的，正如我标题所示，我被抄袭了。对的，像我们这种就是说做这种知识类视频的话，我们都是经过大量的学习，辛辛苦苦做文案的。对，然后我们的文案被抄袭了，然后人家的播放量反而比我还高。对，这就是我感觉到努力的下场。对，努力不代表能成功。对，所以心态已经崩了。这样吧，大家就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好吗？看看到底有没有抄袭的嫌疑吧。你们相信男性其实是女性进化而来的吗？其实男性是女性进化出来的产物。科学界有一个尽量不说的秘密，那就是所有的人类其实都是女人变的。第一个视频，第一个片段啊，就是我提出的这个观点已经是证实的了。对，然后我提出这个男人其实是女人进化来的，对这个观点了。然后他的视频就是一开头也给我复述了一遍。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吧。开始，胚胎只有女性的性别，后来因为有了男性的基因，才将女性转化成了男性，从而进化成了男性。在男性胎儿发育的最关键的前6周，代表男人的 Y 染色体不处于完全静默的状态下，一切都处在女性 X 染色体的控制下。第二个片段呢，就是我接着讲婴儿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也跟着讲婴儿这个事件了，明白了吧？这感觉我们的就是论点的这么一个方向都是一致的，对，明白了吧？所以说很难，顺序思路都一样，所以很难认为这不是抄袭。接下来我们再看第3个片段吧。S 染色体不知什么时候进化成了 Y 染色体，所以科学家在1990年，在伦敦的一位名叫做彼得·古德伯洛的科学家在 Y 染色体上发现了 SRY 雄性基因。代表男性的 Y 染色体，科学家发现其实也是源自古老的 X 染色体，而且非常的脆弱和原始。但 Y 染色体上的 SRY 基因起到的作用是抑制 X 染色体的某些基因的特征表达，比如，看到了吧？我说 S 染色体进化成 Y 染色体，演化成 Y 染色体，对，然后他也是这么说，他也跟我一样。然后我提到了 SRY 雄性基因，他也提到了，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就是抄袭了我的思路框架，还有我整个的这么一个论点吧。对，你看吧，他发布的时间是11月26号，而我这里发布的时间是10月2号。下面就是还有这一段，对，大家看看吧。SRY 基因也叫 SRYT 基因，这个基因呢，如果一缺失的话，就会使男性变成女性，就会长出卵巢、子宫，好吧？如果这个基因插入到雌性的生物中的话，它又会使雌性发育成睾丸和雄性的器官，还有雄性的行为，明白了吧？对，所以说 SRY 基因突变的话，就会得那个施威尔综合症。对。Y 染色体能决定性别是因为上面有睾丸决定基因。那如果好巧不巧，它由于突变缺失了，那么性腺就有可能会分化成为卵巢。此时的患者基因型虽然是 XY， 但却可能会发育成为女性。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睾丸决定基因一不小心插到了 X 染色体上，那么性腺就有可能会分化成为睾丸。此时的患者基因型虽然是 XX， 但它却有可能会分化成为男性。这些情况被称为性反转综合症。你看他发布的时间是11月21日，你看我发布的时间是11月6日，看到了吧？就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每提出一个论点，然后把它总结起来发上去属于我的文案的时候，但是总能发现上面会时不时的冒出1、2个比我后来迟很多时间发出来的视频，上面的论点几乎跟我所说的总结是一样的，对。然后他们的那个流量啊、点赞数啊，比我还高，你知道吧？然后就感觉好像这句话是他总结，这个论点是他们自己，是自己总结出来的一样，你懂吧？所以这就让人心里，就是很不平衡，对，真的崩溃了。我为了做这个节目，对，做这个聊这个基因变性，我实际的所说的这个文案，我跟你说，我是花费了大量时间跟精力，还有金钱成本。查阅资料，然后学习得出来的。学习用了差不多有几个月，4、5个月的时间吧。我跟你说，就是这些书，起码用了差不多4、5个月、半年时间才能够看完。对，是的。所以我的这些论点和我这些知识都是在购买书籍之后，然后在上面一点一点的阅读，然后看到，然后总结出来的。对，这就是我才做成文案的。所以说我这些东西做成文案，其实用了我4、5个月的时间。对，然后我做成了论点，对，文案论点发上，总结出来，对，说成了我的文案论点总结出来，对，然后再做成视频发上去。对，你知道吗？这种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还有你知道吗？那一种总结创作灵感的成本，说真的，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对，然后才总结出这些文案来的。你看吧，在我没有说这个基因变性这个话题之前，我基本上是在 B 站是看不到这些文案的。对，只有我这种发出来之后，然后才看到重复的文案，然后我说的过的话，别人复述了一遍，然后人家做出来的视频的播放量、点击率比我的还高。所以你知道吧，这就是作为一个原创者的这么一种心理崩溃吧。对，如果说文案总结这些都可以抄袭的话，那无意中就是杀死原创，懂吧？所以说原创经历了大量努力查阅的资料总结出来的论点，结果就被别人这样复述一下，就成了他的流量密码了。所以这让谁还有心情再继续做下去呢？是吧？所以我希望 B 站能听好啊，能尊重一下原创，能尊重一下原创的文案，好吗？原创的文案总结，好吗？你也可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你可以，但是你不可能说你跟我的角度还有跟我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吧？你看第一个视频，连角度、思路，还有这个迅序的框架，几乎跟我这个视频的一模一样。对，这就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你懂吗？像这样讨论有什么意义呢？我说过的话你又重复一遍，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对，人家总结出来的东西也是经过人家大量的努力、时间、阅读、灵感，花了几个月才能得出这么一句总结的论点的，然后就被你们直接复制过去了。所以这就是，然后流量比我们还高，这就是我们作为原创的最大的耻辱。对，所以说我是希望你们如果想聊这方面的话题的话，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就是文案来吧。我希望就是不要就是说直接照搬我这边的总结话来说，对，来叙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这就是一种抄袭。对，这是一种文案的抄袭。对，就像中国字一样，你有这么几千个字，你可以自己组合呀，你可以自己有一点新的观点、新的东西，对吧？你可以探讨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样做这个变性基因的这么一个治疗流程，对吧？但是我就觉得人家一直在复述的话，我本来我手里还有几个文案的，对，然后我看到我这边的数据如此的惨淡，然后别人的复述我的话播放量那么高，所以我这几个文案我也不就是暂时可能也没心情再更新了吧。对，这已经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对，所以我希望 B 站能够对这种文案管理能够严格一点，好吗？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多多支持我，对，点赞、关注、投币，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还有文案的保护才是我们这种原创者的最大保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